对啊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3军统帅叶宵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？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笔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千七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业是大皇子骁勇的舅舅，而骁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苏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闪印，我就替你2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警斧。嚯，这都是个高手哦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站，无关人等，请速离开。典业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如旁骛。看来无双城内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，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
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弟子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行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又在想你的宇哥？什么我的宇哥，你别瞎说。我若是瞎说的话，你耳朵根子怎么红了？自从天启城回来之后，你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的魂儿跟着苏沐雨飞走了呢。你，哎，你可别问我，我还珍惜我的小命呢。我是很喜欢宇哥，他就好像暗河里头的月亮，清清冷冷的，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。我一直认为，若论相配，这暗河里面除了雨墨就是我了。所以在九霄城初次见到白鹤怀之时，我真的很想杀了他。除却任务的原因，还有我的私心。他很耀眼，耀眼吗？但是我在天启城再见到宇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原来宇哥这样的人，也会有红尘的生动。所以我远远地看着他们，也替他们欢喜。所以，你这是放弃单相思之后的惆怅啊？你会不会说话呀你？大家长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？这一次是要去那黄泉当铺中的事物？带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
百度之日。公子又来了。红英，你每日在此百度，黄泉当铺给你多少银子？想不到公子还记得奴家的名字。奴家在这里替人摆渡，不收银子，只等一个有缘人。那我旁边这位，可否做你的有缘人？大家长，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呀？公子可知，奴家所说的有缘是何意呢？你叫红英，红姓在这世上很少见，可是你的姓氏？奴家没有姓氏。今日之后你便有了，你姓穆，他是穆家家主，便是我说的有缘。暗河大家长，要抢我黄泉当铺的人，那间屋里的东西自己挑选足够的筹码取走，但红英归我了。他们给你的令牌是假的，真的还在影宗。那边先欠着，等我取回真的令牌，你再去取筹码。一言为定。姑娘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穆家之人了。原来影宗的敌营是琅琊王萧若风，他召集的天启寺守护和内卫司夺走了影宗的权利，所以当时影宗给三官下了命令，让大家长亲自出手对付唐阿老爷，也是为了引唐灵月离开天启城，再借我们之手除去唐灵月，替他们抹去一个劲敌。天启城的这趟浑水，比我想象中更麻烦。你的身份，这样日日从那里撕离，难道就不怕被琅琊王他们发现吗？许多人都知道，我不甘心留在荒陵。若是我每天都老老实实的待在那儿守墓，怕是他们才最是担心吧。话说回来，宗主，那投名状近来如何了？你就让大皇子殿下等着瞧吧，我会利用好暗河这把刀，来帮我们杀掉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好，宗主有这份自信是好事儿。何日与那纸伞鬼相见呢？3日之后，他便前来赴宴。那现在来的这道剑气又是属于谁的？剑气强绝，杀气却是暗藏，一柄凶悍至极，一不留神便会反噬己身的剑。宋宇，你大胆！你便是苏沐雨，很好。我约你3日后来见，你今日便来，为何呀？此行来此，不是影宗找我们暗河，而是暗河来找影宗。你想3日后见，而我想今日便见。你与传说当中的苏沐雨不太一样。传说中的我是如何呢？传说中的苏沐雨，比起一个杀手来，更像是一个剑客，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。可是你一来，便要拔剑，一开口，便要反客为主。如今暗河已无杀手，我身为苏家家主，自当需要强硬些。不过此处还是一宗主的府邸，我仍是客，不请自来，的确有些冒昧。若主家不欢迎，我也可离去，
原本3日后，苏家主能吃得上斋月楼的见天宴，可惜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总得有待客之道。乌鸦在，通知厨房多备几个菜，我要与苏家主谈事。多谢。来，苏公子，请。苏公子一定还在困惑，暗河和影宗原本并没有什么联系，可是如今却忽然之间好像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暗河的任务都是提魂殿下派的，我们一直认为是江湖上有人出了高价，找提魂殿下了杀人的单，却没想到是影宗下派的。要说起这段往事来，就要追溯到北离开国的时候了。这可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啊！可如今执掌暗河的苏昌河，以及我，和几百年前的影卫团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无名者，身上流的并不是暗河的血。你错了，如今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家人，而我们要选择自己的路。还是太年轻了，看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比如说万卷楼。万卷楼，没错，就是万卷楼。暗河几百年来都归属于影宗，常人无法寻到的暗河的宗门地址，暗河遍布于天下的各大诸朝基地，还有你们的真实身份，你们每个人的武功和弱点，以及画像，都藏于影宗之内。一旦你们叛离，那这些信息便会出现在江湖之上，身上沾满鲜血的杀手们，放眼望去，这个江湖上全是你们的仇家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都将成为被追杀的对象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定会以为，如今的影宗空占着一个国丈爷的名号，在这天启城之中，早没了当年的威风，连暗河都不如，又有什么资格做暗河的主人呢？可是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便能毁了暗河。你们想重新建立一个暗河，想要从头开始，可是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，可是有的时候也应该停下来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。你们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年轻人，能够反抗影宗110年来的控制吗？说出你的条件。让你们来天启城，是需要你们帮我杀人。谁？琅琊王萧若风。暗河是替萧氏皇族扫平江湖的影子，而影宗则是暗中护卫天启城的影子。那么天启城中的事，应与暗河无关。琅琊王身为萧氏皇族，刺杀他，
违背二者所护卫的理念。这个任务不是尹宗应当做的，而是宗主的私心。既是私心，那便需要交换筹码。你想要什么筹码？你方才说的那些，都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暗河和尹宗从此以后无关。看来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儿。乌鸦，送客。宗主比我更清楚，你要我们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。琅琊王是北离军武第一人，朝堂之上，皇帝倒让他3分；江湖之上，他是雪月城城主百里东军的师兄。杀了他，得罪整个天下。我不觉得你能够和我谈条件。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尹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了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
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单。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哦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、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该逛逛。我不识路。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这也是去百花楼啊。哲叔，我算是被你摆了一道。你来之前也没和我说这里是。公子，美人的这杯酒一定是美酒啊！公子。哲叔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走。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这般如玉的公子莅临百花楼，向来是予取予求的。今日公子你啊，无需花1两银子，便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知公子想要做什么呀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我想走。公子你要走，但你旁边的这位叔父似乎不想走呢。沐雨啊，来都来了，
尽情享受。不如你就进去听曲啊。我呀，不怕公子你喝最贵的酒，找最漂亮的姑娘，但就怕你听曲儿。上一次来我这儿听曲儿的，还是雪月城的三城主司空长风，那可是带走了我阁内最赚钱的姑娘呢。说笑了。不过公子，今日这外面也不曾下雨，不知你为何要带把伞呀？我猜，这是公子你的武器吧？啊，此处听曲不得邪气入阁，我帮你拿到嘛。哟，二爷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照看一下这位新朋友。嗨，好说好说，请。干嘛？请吧。来来来，坐。嘿嘿。哎呀。在下千金台涂婉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苏沐雨。沐雨，好名字，好名字呀！执伞鬼苏沐雨，今日在此只是苏沐雨，并无执伞鬼。啊，莫担心，我也是来听曲的。啊，苏公子真是好雅兴。也不知道苏沐雨那个家伙现在在做些什么。小兄，再来一杯。来来来，共饮此杯。听下去，这真好，是真没白来。二爷常来听曲吗？啊，以前是常来的，当年可是国手风姑娘坐镇其中。自从风姑娘走了之后，就许久没来了。现在抚琴的是婉儿姑娘，听朋友说琴音并不逊色于风姑娘，我便来听听。感受如何？虽然在我心里啊，依然是不及风姑娘，但确实已然算得上是不凡了。苏公子觉得呢？对于乐律，我也只是欣赏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。我听罢再聊，不然婉儿姑娘要生气了。看来这个传言中的顶级杀手，并没有那么恐怖，竟还显得十分友善。也不知是那传言过分夸大了，还是实际当此人拔剑之后才会化身恶魔。罢了罢了，我还是先听曲儿吧，一会儿找个机会溜走。你是上哪儿带来了这么个俊秀的小郎君啊？还好生勇猛，巧把我们这儿姑娘的魂儿都给勾跑了。是我一个小兄弟，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怎么？那在我这楼里逍遥快活的，就一定不是可靠男人了？哼！你检验一个男人做什么？哦，忘了和你讲了。我已经找到我的女儿了。那感情是好啊，这不是你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吗？是啊，但我这个女啊，应得这个小子之后，我总感觉她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小子呢，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
其他方面啊都可靠得很，就是在这个男女之情上面啊，我是半点不了解。那这小子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。哼，来到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楼，只想到听曲，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但我看呀，这小子怕是一生凉薄的命。你不是也讲我是会死到这半路上的硬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？哼，还有了个女儿。我们的家族啊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这个小子一定可以改变了所谓的命运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否该好好庆贺一番呀？来，来，我敬你。我这儿啊也有姑娘专喜欢你这样的英雄，反正你已然是个官夫了，通不通过考验都没关系。哼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！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憋屈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司桃夫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延续着，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我也在。一双唯一天光心境颜色，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好像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划木回绝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双唯一电光情景颜色？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。26号、17号、
最后一位，63号。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合十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雅入决可。我呀！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打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父亲之口。
是我们2个人了。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，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啊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
搭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2次、第3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们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，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，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
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木鱼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叫。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。
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